韩国的这位选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韩国蒙面刺客居然将小胡铁英华击倒读秒了。铁英华起身之后，十分的怀疑人生，谁也没想到堂堂的中华猛虎居然会遭遇如此强悍的敌人。随即铁英华简单调整之后，火力全开，直接与韩国高手血拼3回合，彰显男儿本色。为何铁英华打得如此拼命，不肯让步？只因韩国跆拳道冠军金东秀来到小胡铁英华的家门口发起挑战，甚至声称1回合就能将铁英华 KO 送走。要知道，此时的铁英华早已不是刚刚出道的年轻小虎，而是叱咤搏击擂台上的一头凶猛老虎。凶猛的拳脚造就了铁英华敢打敢拼，不惧怕任何高手的气势。由于这场比赛举办在小虎的家乡湖北钟祥市，金东秀如此嚣张，敢上门发起挑战撂狠话。铁英华听闻韩国选手的嚣张发言，异常愤怒，今天说什么都要在家乡父老面前将韩国选手给击败，否则传出去真以为中国人好欺负。好了，废话不多说，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铁英华的精彩表现，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红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铁英华，蓝色拳套就是韩国选手金东秀。身为挑战者的金东秀率先对小胡铁英华发起进攻，连续的点刺拳试探小虎的总体实力。奈何小虎根本不会因为对手的小动作受到干扰，反而是以更凶猛的拳脚还以颜色，仿佛在告诉金东秀，中国人可不是小小的韩国人惹得起的。这是第一次在他的家门口湖北来打比赛啊！赛前我跟他的父亲在一起聊天说，小虎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因为第一次回到湖北嘛，的确，但是他会对于他也是压力，也是动力。对，他说我们会把这个压力变成动力的。铁英华这个选手就是拳法好，连击好，并且打法硬朗。现在面对韩国的这位选手呢，丝毫不惧。后手的直拳，击中了面部。因为我们看到金东秀是一个左撇子铁拳手，是个反架子的。铁英华典型的进攻，用前手作为杖尺，用后手作为鼓舞器。尽管铁英华刚才被对手一个重击，但是我们觉得现在铁英华，你看没有？现在改变一种打法了，打法稳健多了啊！跟这位经验丰富的韩国台派选手来打呢，一定要克制他的。这是铁英华离家10年，首次在父老乡亲面前打比赛，心里肯定多多少少有略微的紧张羞涩。奈何金东秀的架势实在太咄咄逼人了，铁英华不得不在没有完全进入比赛节奏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在战术打法上，小虎还是没有金东秀成熟老练，但是中国有句古话，拳怕少壮，铁英华完全可以用自己凶猛的打法与其抗争到底。铁英华最擅长就是把对方逼在绳圈上，进行自己的连续进攻，击打对方的信心和身体。这位台湾的选手打法落点非常多样，击打他的大腿、腹部，并且自己下位的低扫也很多变。的确，这位选手的泰拳技巧不错。我们看到今天这个金东秀打和我们看到这个韩国的这个阮战吉同孙翔那种打法还是有所不一样。没错，不一样。这位选手打法更柔滑，更灵活。你看那软绵绵的，但是绵里藏针。这也就是我们韩国选手的特色。韩国式的选手呢，打法的力量是蕴含于内的，并且特别擅长于年放往前缠斗。近距离、中近距离的打法非常刁钻，并且落点非常诡异。这位选手曾经在我们的比赛中呢 KO 了林帅。对，在去年那个中韩对抗赛在韩国的时候，也是这样软绵绵的打法，但是他是一个高边腿上头，没错 KO 的林帅，他的重击非常的重。比赛来到第2回合，金东秀继续对铁英华展开主动进攻，不料一个没注意命中小虎的裆部。尽管这并不是金东秀的故意行为，甚至对铁英华低头道歉，但这并不能打消小虎的愤怒情绪。试问谁愿意在擂台上白白挨打？眼看金东秀举着拳头继续逼近，铁英华迅速做出防守姿态，准备发起凶猛反击。出色主场之力，一个是主场之力，再一个就是在赛前啊，我们武林风进行了一个训练营，请来了荷兰的这个约瑟夫，进行了1个月的集训。所以在今天比赛里面，我们的中方选手的体能都非常好，而且打法还比较清晰。我可以看到这位韩国选手的爆发力和从零到全速的启动能力是非常好。
看起来软绵绵的，但是每一次的重击速度在运程上都非常有特色。而铁英华就还是有一点点硬，我个人认为他还是有一些紧张，而且在跟对方的对攻中呢，由于对方一直逼着他打，一般小虎都是逼着被对方打，现在被对方逼着打，可能在心理上有一点点压力。在第二局比赛里面，我们现在看到铁英华有意识的加强他的前手全面进攻，因为毕竟对方是反架的选手，你用后手拳打对手的。镜头一转，金东秀就将小胡给压制在擂台边缘，被压制的铁英华也没有出现慌张被动局面，随即开始慢慢调整自己的身位，打出精准反击。看着金东秀的架势，并不想将比赛结果交给裁判，而是准备用凶猛的拳脚将铁英华 KO 送走。相反，小虎更倾向于稳扎稳打，慢慢扩大比分，自己只要撑住了金东秀的狂轰乱炸，那论比分，小虎肯定更加占据优势。现在观众朋友们就是看到很难得的铁英华一个高面对上头的动作。没错，双方今天这边就是拼拳了，以为是一场拳击比赛，这个运动。还有点一黑膝，被铁英华连续2个右手的平攻。韩国选手这个打法的落点非常聪明，他看到小虎有防守的空当的时候，会一直攻击那个点。真正要从这个拼拳的力量来说，铁英华根本不是对手，而且还略微占点。没错，只是对方一看他有拳头这种变化。我们看典型的铁英华进攻，前手2尺，后手的重击。铁英华擅长把对方逼在角落里面，用手的距离来丈量，然后进行重击打击。这样其实好多选手都是不适应。今天双方在第二局里面打的确实比较黏呀。没错啊，这个韩国选手已经拥有43胜7负的战绩，可以说非常可观。作为23岁的年龄，他的经验用倒计时。小虎铁英华开始放开了，有意识加强后手之前的进攻，双方开始互拼。时间到，第二局比赛时间到。比赛来到第3回合，小虎为了维护自己现有的比分优势，也是豁出去了，直接与金东秀展开激烈换拳。双方你一拳我一拳，谁都不肯让步。最好金东秀不敌铁英华，赶紧后撤防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谁出现了防守不当，都有可能遭受到致命伤害，被 KO 送走。俗话说，能打的害怕拼命的。小虎正在用自己的拼命打法征服韩国蒙面刺客。现在这是硬拼硬打的啊！小虎刚才一个低扫破坏了对方的平衡，对方还以颜色。现在双方在短暂的将近几十秒的时间里就换了很多拳了。中场裁判马涛告诉金东秀不要利用这种带摔技术，虽然在纯泰拳比赛里面可以，但是在 WF 自由搏击竞赛规则当中，这种带摔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们取消了主动的摔法。这位韩国选手呢，发现对方在跟小虎对拼的时候不占优势，开始改变了比赛节奏。这位选手就是经验的表现，不停的改变比赛节奏，把比赛的优势往自己方面带。看吧，现在就是这个韩国这种粘式打又出来了，就粘着你。对，现在小虎想尽办法给打开。双方经过激烈的拼拳，导致体力消耗严重。尽管如此，小虎也顾不上大口喘气，而是咬牙硬撑，继续对金东秀发起猛攻。如果说换一位其他职业选手，肯定扛不住金东秀的强大攻势，但是小虎用自己敢打敢拼的勇气，彻底将金东秀打服了，这足以堪称小虎铁英华职业生涯最愤怒的时刻。这种带传袭击是没有任何，那么金东秀抓住这种机会，作为一种体能的调整。当然，铁英华也识破对手。一站在一起就要加强进攻的火力。我们看韩国选手的落点相对于铁英华来说更多变，但是铁英华的重击力量更好。韩国选手很擅长这种贴近了以后突然改变距离，然后迎击对方的这种方式。铁英华不要给他这种方式的机会。这是一种正蹬之后，铁英华上来还要利用自己的后手的直拳，因为铁英华的后手的直拳很具杀伤力。没错，因为双方的报价相反，韩国选手的轻重拳相对于小虎来说是互换，所以小虎在防御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习惯。现在韩国人手的勾拳，金东秀体能下降，这时候小虎要抓住机会，要拼命的打击对手。前手之后要右拳跟上，快上勾拳，再来，这3次。
韩国选手的膝把也还击了一下。倒计时还有在第3回合，铁英华小虎的这个点数肯定是占据优势的，起码在第3回合，双方都拼啊！哇！今天的武林盟，真的精彩，场场精彩。最后公布比赛结果，铁英华通过比分优势赢下最终胜利。大家认为铁英华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